露思在作者心目中的实力是什么？2008年，歌唱的新作者桐华写下最美的时光3个字，并用女主的嘴勾勒出她心中的男神形象。我要冯绍峰的脸，还有吴彦祖的身材，钟汉良的眼神，贾乃亮的柔情。5年后，电视剧《最美的时光》播出，钟汉良饰演腹黑暴君陆励成，贾乃亮饰演温柔女学生宋轶。那个时候，他们还是偶像剧市场上流行的炸鸡。此后，网络文字改编如蝴蝶展翅，影视热潮迅速席卷娱乐圈，为新一代演员转行铺路。2018年，知不知道我该绿肥红瘦？作者关注新闻，不小心写了一部小成本网剧。虽然制作粗糙，剧情 bug 不断，但饰演女主的新演员可不是这样的，真的很聪明，很有趣。带着诸多担忧，他不自觉地以他为灵感，构思了小说《群星璀璨》的许多细节。今年夏天，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古装剧《群星璀璨》开播，女主程少上就是当年名不见经传的赵露思。赵露思无疑有着一张符合网络时代审美的脸，够甜够清新。不笑的时候，天真无知的小女孩笑起来就像一个小太阳走在人间，轻松征服了广大路人和粉丝。在被选为星海的主角之前，她已经是娱乐圈最受欢迎的甜宠专业人士了。对于赵露思来说，银河系的火爆无疑让她的演艺事业如火如荼。与之前的角色相比，程少上的身世和人物设定更加复杂。不过表演难度不超过普通木偶剧的要求，造型要美，爱情要甜美，人物要有一些搞笑基因，这些都是赵露思的强项。正如她曾经说过的，甜宠剧有很多，但接受的不多。甜到不尴尬，大家都爱看。赵露思除了有 CP 感，也是实力派演员。她对小细节有很好的把握，她一做导演，一演戏就很有代表性。我看到他的眼睛在转动，他的动作流畅而准确，明明是程少商想陷害别人，结果却是一双斜眼，一副头晕目眩的样子，既心疼又好笑。赵露思虽然有好看的感人剧、平庸的情感剧的短板，但总的来说，她的演技并不算太好。此外，平台和制作方实力雄厚，明星好帅播出数据全面走红，让赵露思的作品史更加辉煌，商业价值也水涨船高。仅在赵露思出道的第5年，就完成了从业余低价网剧女主 S 加企划人气剧女主的完美3级跳。5年来，娱乐圈如沧海一粟。因为对于大部分演员来说，在这个行业工作了5年后，他们未必能拍出好戏。毕竟出道6、7年的赵丽颖还在横店工作，那是属于85朵花的那个时代的回声。如今，处于娱乐圈中间的新生代小花们，仿佛拥有了自己的加速器，乘风破浪，踏上了一条与前辈截然不同的快车道。近日，娱乐硬糖点名赵露思、白鹿、虞书欣、鞠婧祎为95四小花。这个清单是有争议的，但有2点不能否认：一是像赵露思的韩烬、虞书欣的苍兰诀、白鹿的周声若，都是近些年成绩斐然的古代傀儡；工作有点落后的鞠婧祎在后续资源的分量上也不弱。二是这4位艺人在90后、00后群体中确实有不少粉丝。与其他95花相比，他们的受欢迎程度和原因是独一无二的。首先，有趣的一点是，他们既不是童星，也不是毕业于国内4大艺术院校的专业表演者。在成为演员之前，他是一半网红，一半是偶像。我个人认为，一个更适合他们的标题可能是来自网络的小花，因为他们从进入到走红的每一步都离不开网络的发展。外貌方面，相比于她的美貌，往生小花更重要的特点就是讨人喜欢和友善，符合网络观众的审美。过去，名导演选女演员都是先看骨子，只有骨子出众的人才经得起拍戏的考验。但赵露思在这方面吃亏。她的脸显然更加肉欲，没有太多3庭5眼的符号，而是满满的少女胶原蛋白，让人联想到 Rua。从这个意识可以看出，在她素人的时候，一张不小心拍到的照片在 QQ 空间上疯传，可见年轻观众的心里真的没有那么多规矩。毕竟甜美少女一出现就会笑起来，眼睛红唇白牙，谁忍得住？而赵露思的甜蜜也不是凭空产生的，而是家族蜜罐滋养的。往生小华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平时家境不错，更不用说带着20W 包包参加选秀的虞书欣了。
赵露思虽然没那么狼狈，但她大学的时候去台湾学造型，然后去美国交流，她家一定很有钱。有记者采访她，问如果你不受欢迎怎么办？赵露思的回答是，如果真的没有电影，她就回去读书，这是她父母的意思。未来我可以成为一名设计师，也可以开一家买手店，过着安定而知足的生活。优越而轻松的环境给他们一种无法掩饰的放松感。拍戏前从事化妆、研究穿搭、拍摄 blog， 自娱自乐，自学成才。相反，他积累了坚实的追随者。2018年，赵露思参演了网剧《我的皇帝陛下》，本剧本由龙丹妮公司选角，拟支持旗下所有男偶像。谁知一厢情愿还未开始，赵露思饰演的洛菲菲却大放异彩。她古怪而脚踏实地，并用东北话的技巧圈了一个小圈。她和管理团队都敏锐地捕捉到了搞笑女孩的病毒效应。在短视频行业方兴未艾之际，之前一直在做小兔子视频的赵露思开始调整自己的方向。她越用讹诈、方言、模仿等沙雕技巧越熟练，没过多久，赵露思这个18线青年演员就定型了。拥有千万粉丝，任何资本都无法忽视她，各种剧本层出不穷。幸运的是，在对网红短视频产生兴趣后，赵露思精准地走上了中国国产娱乐网剧的崛起之路。2020年，赵露思左手拿着豆瓣7.3传闻中的陈芊芊和 TOP1我喜欢你。女主成为网剧领域的天花板，赵露思和戏外粉丝的关系一直都很好，还房贷吃散粉没完没了，炒 CP 有良心不申榜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会发现95后的基因让小花更亲民、更下沉、更懂互联网时代的营销逻辑。演员的角色太固定也不是什么好事，就像有些人认为网友小花的通病就是角色不广一样。的确，赵露思走红后，演鬼女的诟病也不少。但换个角度来说，既然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，那就让他们在同类型人的赛道上领先，越跑越快。相反，以宋祖儿、关晓彤为首的童星剧团，以及周烨、张婧仪所属的主题剧团，由于作品质量参差不齐，演员们缺乏鲜明的特色，在演技上缺乏明显优势。在游戏里，中途赵露思被甩出一个位置。网康小花就像是在互联网时代应运而生的商品，紧跟市场需求。我们甚至不能用纯粹的好坏来判断它们存在的价值，毕竟绝大多数竞品都很难称得上真正的艺术。世界瞬息万变，有时不得不感叹风水的轮回。2017年，初出茅庐的赵露思在主剧《凤求凰》中担任小配角，当时的女主是比她大1岁的关晓彤。最近电视剧《胡同》在中巴热播，但赵露思领衔的单元剧却被放在了开场位置，饰演关晓彤的外婆，当然是她年轻时的外婆。赵露思是个多面手，名声并不理想。一方面，抱怨针对的是她的基本功，只是小天在剧中的演技不错，但在主剧中声场的出现了问题，难以形容。另一方面是针对赵露思文化水平的短板，剧中人物歪曲年龄是大忌。赵露思这次被骂了吗？我想起了她在去年接受 GQ 采访时提到的舒适区理论，那个时候还在培养甜宠剧的赵露思，偶尔会收到颠覆角色的剧本，她的第一个念头是恐惧，以她的背景，能演这样的角色吗？作为一名演员，你害怕，你不自信，你不会在镜头前脱颖而出，因此，与其不断突破自我，挑战更复杂的角色，赵露思表示，她更喜欢待在舒适区，螺旋上升。没想到，赵露思背叛了自己的恐惧，这么快就开始走出自己的舒适区。节目需要流量才能赚钱，演员渴望提升自己的才能并获得主流认可。毕竟，无论曲子多高，滤镜多厚，看节目的观众还是能看到它的质量。赵露思急于上岸的另一个原因，可能与互联网娱乐泡沫的退潮有关。近2年，无论细分有多少流量，小生和小花都在寻找机会向主剧靠拢，选择更好、更严格的条件直接试水。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。有人说，过去的10年已经被互联网改变了，许多名人曾经是网民。时代选择了适应力和韧性更强的他们的事业和个人命运也随之腾飞，承载着流量红利，掀起波澜。但是它上手容易，维护困难。
新生代网友小花用事实证明，演员的门槛确实不高，但好演员、优秀演员的标准却从未降低过。流量和红利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洗刷，剩下的就是实力。浩浩荡荡的时代已经下过雨，有的人走了，有的人垮了，有的人老了，但依然在发光。这些天在釜山电影节上看梁朝伟，我深受感动。人是时代的产物，魏有幸此生遇见了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，人也是努力的产物，真正的好演员为自己的角色献出了生命。保持足够神秘，真人秀能量少。互联网的诞生和全面开花，是艺人快速成名的方式，也会更快消耗掉他们的光环和名气。速度和质量是一个永恒的哲学问题，答案是你不能两者兼得。其实我真的觉得赵露思之前的躺在舒适区的说法属于世人的清醒。对于网友小花和流量小生来说，一张被上帝吃掉的脸已经收获太多了。人只能在自己认知的范围内发挥作用，让流量回归流量，演技回归演技。